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日经225指数大幅反弹，涨幅高达 8.3%， 此前一天暴跌 12.4%。 澳大利亚股市基本持平，香港股市期货指向涨势。接下来这条，日本股市周二开盘大幅反弹，此前一个交易日创下了自1987年黑色星期一抛售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下一条，美元走弱可能为亚洲央行提供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亚洲货币本周对美元飙升至5个月高点，因全球市场对美联储延迟降息感到担忧。如果国内宏观经济条件允许降息，较低的美元和美国收益率将为亚洲央行提供更多潜在的货币宽松空间。下面这条 ，Meta 因删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易卜拉欣对哈马斯领导人 Ismail Haniyeh 之死表示哀悼的帖子而道歉，并将其恢复。让我们关注 OpenAI 联合创始人之一 John Schulman 加入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OpenAI 总裁 Greg Brockman 休假至年底，公司人员变动频繁。接下来这条，台湾股市在创纪录暴跌后反弹，但受美国经济和科技公司前景担忧影响，盘中小幅回落，台股一度上涨逾 4%。但随后回调至上涨约 1.75%。 科技股台积电在盘初上涨超过 6% 后，仍上涨 5.6%。 下面这条，亚洲股市在央行试图安抚投资者担忧后反弹，扭转了历史性抛售局面。日本日经指数午盘上涨 9.4%， 周一暴跌 12%， 创下自1987年10月以来最大的单日百分比跌幅。外汇市场仍处于紧张状态，日元下跌 1%， 此前连续5天上涨至7个月高点。接下来，欧盟和南美洲国家共同市场的目标是在年底前结束谈判，达成一项长期延迟的贸易协议。下一条，中国科技巨头和初创公司为应对美国对高带宽内存 HBM 芯片对华出口的限制，正从三星电子大量囤积 HBM 芯片。其中，中国公司已占到三星上半年 HBM 芯片收入的 30% 左右。接下来，沙特石油巨头阿美公司上半年利润下降至563亿美元，因经济担忧导致能源价格下跌，销量减少是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部分被更高的原油价格和较低的生产特许权使用费所抵消。下一条，沙特阿美第二季度利润下降 3.4%， 因原油产量和炼油利润率下降。接下来，澳大利亚央行行长称短期内无降息计划，政策需保持紧缩以抑制通货膨胀。让我们关注日经225指数飙升 10.2%， 收复了前一交易日的大部分跌幅。下一条，巨额套利交易所带来的后振仍在持续，预计未来几天内将有更多抛售，从而增加其他资产的抛售风险。东京市场周二反弹，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周一的跌幅有所收窄，结束了为期3天的残酷抛售。最后这条是周一全球股市暴跌，日经指数下跌 12%， 纳斯达克指数瞬间下跌 6%。 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人工智能和日本利率的预期被打破，导致 6.4万亿美元的市值被抹去，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混乱和全球经济衰退。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